沉寂了整整15年的思科，一夜之间炸穿了华尔街的所有预期，90亿 AI 订单从天而降，股价跳空高开 13%， 创下20多年来最大单日涨幅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那个曾经不可一世，把整个行业踩在脚下的英伟达，居然主动找上门来求和了。你现在看到的所有分析，几乎都在说这是一只传统价值股的估值修复，但我要告诉你，你看错了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反弹，这是 AI 时代一场最隐秘的权力交接。刚刚拉开序幕，看完这期内容，你会彻底搞懂 AI 基础设施的完整演进逻辑。你会明白为什么当所有人都在盯着 GPU 的时候，真正的胜负手已经悄悄转移到了网络调度上。你还会看清市场最擅长的那个把戏，他总是先把一个东西炒到天上，然后在所有人都反应过来之前，把下一个金矿埋在你最看不起的地方。如果你到现在还觉得 AI 的故事只是芯片存储和光模块，那你接下来会错过整个下半场。更糟糕的是，你很可能会在那些已经被充分定价的赛道上成为最后一个接盘的人。你觉得思科这次的暴涨是资金一时兴起的炒作，还是 AI 产业逻辑真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？把你的答案打在评论区。大多数人对思科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个世纪，那个曾经统治互联网的硬件巨头，那个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市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公司，然后就一路下跌，沉寂了10几年。在很多人眼里，它就是一个卖路由器和交换机的老古董，拿着稳定的分红，跟高增长的 AI 没有任何关系。这种认知恰恰就是市场最锋利的镰刀。你有没有发现 AI 这波行情走得非常有规律，它不是乱涨的，它是按照一个非常清晰的顺序，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爆发。第一个阶段，抢芯片，这个不用我多说，英伟达从300美元涨到1000多美元，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，封神了。所有人都知道，没有 GPU 就没有 AI， 于是大家疯了一样抢显卡，谁有芯片谁就是爸爸。第二个阶段，抢存储，当 GPU 越来越多的时候，问题来了，你生成的数据没地方放，于是美光、西部数据这些曾经的夕阳产业，一夜之间变成了香饽饽，股价翻了好几倍。第三个阶段，抢光模块，数据存下来了，你得把它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，于是光模块成了最靓的仔，博通、中继旭创这些公司股价涨得让你怀疑人生。到这里，大多数人的认知就停住了，他们觉得 AI 的故事就是这3个环节，轮着炒一遍就完了。但他们没有想过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，当你有了10万张、100万张 GPU， 有了足够的存储，有了足够宽的管道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会堵车，而且是堵到你怀疑人生的那种。你可以把 AI 集群想象成一个超级城市， GPU 是这个城市里的工厂，负责生产数据，存储是仓库，负责存放数据，光模块是高速公路，负责运输数据。那你觉得一个城市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是什么？不是工厂不够多，不是仓库不够大，也不是公路不够宽，是红绿灯，是交通指挥系统。没有一个好的调度系统，再多的高速公路也会变成停车场。这就是现在 AI 行业正在面临的最大瓶颈。当集群规模达到10万张 GPU 以上的时候，单张 GPU 的性能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让这10万张 GPU 同时高效的工作，能不能让数据在它们之间顺畅的流动，不堵车，不等待，不浪费。有机构测算过，在一个大规模 AI 集群里， GPU 的实际利用率通常只有 30%到 40%， 剩下的 60% 以上的时间他们都在闲着等数据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你花了100亿美元买了一堆 GPU， 结果有60亿美元在打水漂，而且集群越大，这个问题越严重。当规模达到100万张 GPU 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好的调度系统，利用率可能会降到 20% 以下。这就是思科的机会，也是为什么沉寂了15年的它突然一夜之间变成了 AI 时代最炙手可热的公司。思科卖的不再是盒子，它卖的是 AI 数据流动的指挥系统。但问题来了，网络调度这个东西，英伟达自己也在做而且它做的还不错。为什么大厂们还要跑去找思科呢？这就涉及到了 AI 行业现在最核心的一场战争，技术路线之争。英伟达主推的技术叫 InfiniBand， 这是一个封闭的专用的网络协议，它的优点非常突出，速度快，延迟低，效率高，但它的缺点也同样致命，贵，而且是垄断性的贵。
如果你用了英伟达的 InfiniBand， 那你整个集群的所有东西都得用英伟达的 GPU 用英伟达的，网卡用英伟达的，交换机用英伟达的，甚至连软件都得用英伟达的，你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。英伟达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，他想涨多少价就涨多少价。更可怕的是，你所有的数据、所有的技术、所有的命脉都捏在英伟达手里。这对于 Meta、谷歌、微软这些千亿级别的大厂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他们花了几百亿美元建 AI 集群，结果最后自己说了不算，所有的规则都得听英伟达的。换了你是 CEO， 你能忍吗？所以他们必须找一个替代品，一个能打破英伟达垄断的替代品。这个替代品就是以太网，而以太网的绝对王者就是思科。以太网是一个开放的通用的标准，任何人都可以用，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改进。它的效率可能比 InfiniBand 稍微低一点，但它的成本只有 InfiniBand 的1/3甚至更低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它不绑定任何一家厂商，你可以用英伟达的 GPU， 也可以用 AMD 的 GPU， 还可以用谷歌的 TPU， 你有完全的自主权。这就是为什么全行业都在转向以太网。这不是一个技术选择，这是一个生存选择，是所有大厂联合起来反抗英伟达垄断的一场战争。而思科就是这场战争的盟主。高盛那份引爆市场的研报里说，思科的 AI 订单从之前预期的50亿美元一下子暴涨到了90亿美元。这个数字本身其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释放了一个信号，大厂们的去英伟达化已经从口号变成了真金白银的订单，而且这只是开始。现在 AI 集群的规模还在以指数级增长，明年、后年这个数字会变成200亿、300亿甚至更多。你现在明白为什么英伟达要主动找思科求和了吧？它不是良心发现，它是看到了墙角正在被挖空。如果整个行业都转向以太网，那英伟达最坚固的护城河之一就会被彻底填平。但思科能打赢这场战争，靠的不仅仅是开放标准，他手里还有3张别人没有的王牌。第一张王牌叫 Silicon， 这是思科自己研发的 AI 网络芯片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思科其实是全世界最大的芯片公司之一，只是它的芯片不对外卖，只给自己的设备用。过去10几年，思科在芯片研发上投入了超过500亿美元， Silicon 就是它这么多年烧钱烧出来的成果。这款芯片专门为 AI 网络设计，能把以太网的延迟降到接近 InfiniBand 的水平，同时还能保持以太网的开放性和低成本。这就相当于思科给了大厂们一个几乎和英伟达一样好，但便宜得多还不受控制的选择，这才是真正的杀招。第二张王牌叫 Acacia， 这是思科在2020年花了26亿美元收购的一家光通信公司。你可能会说，光模块不是已经炒过了吗？没错，但大多数人炒的都是低端光模块，真正决定网络性能的是高端的相干光通信技术，而 Acacia 就是这个领域的绝对领导者。收购了 Acacia 之后，思科成了全世界唯一一家能同时提供芯片、交换机、光模块和软件的全站解决方案提供商。别人只能卖你一个零件，思科能给你一整套完整的系统。这种软硬一体的能力是 Arista、博通这些竞争对手根本比不了的。第三张王牌也是最被低估的一张，叫 Splunk， 这是思科去年花了280亿美元收购的一家软件公司。很多人不理解思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一个做日志分析的公司，他们觉得这是一笔乱花钱的收购，但他们错了。这笔收购恰恰是思科最有远见的一步棋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 AI 集群最害怕的是什么？不是性能不够，是停机。一个大规模 AI 集群停机1个小时，损失是多少？是几百万美元。如果停机1天，损失就是几千万美元。而且训练一个大模型通常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，中间如果出一次故障，前面几个月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。所以你必须24小时不间断地监控整个集群的状态，提前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。而 Splunk 就是干这个的，它能收集整个网络里的所有数据，实时分析，提前预警故障。翻译成人话就是 Silicon 是红绿灯， Acacia 是高速公路，而 Splunk 是整个城市的交通指挥中心。它能看到每一辆车的位置，预测哪里会堵车，哪里会出事故，然后提前调整红绿灯，疏导交通。有了这3张王牌，思科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设备商了，它成了 AI 时代的数据血脉控制者。
所有的数据都得从它的网络里流过，所有的 AI 集群都得靠它的系统来调度。这才是思科真正的价值，也是市场正在给它重新估值的根本原因。以前市场看思科用的是传统硬件公司的估值逻辑，给个10倍 PE 差不多了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它是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公司，是能吃到整个 AI 行业增长红利的卖水人，而且它还有一个所有 AI 概念股都没有的优势，极其健康的财务状况。上个季度思科营收158亿美元，自由现金流166亿美元，手里握着超过600亿美元的现金，每年还能拿出几十亿美元来分红和回购，股息率超过4%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它有极高的下行安全边际。就算 AI 的故事讲砸了，就算订单不及预期，它的股价也跌不到哪里去，因为有这么强的现金流和分红拖着，这和那些没有盈利全靠估值撑着的 AI 概念股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。市场现在正在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转换，它不再只看谁的故事讲得好，谁的增速快，它开始看谁有真正的壁垒，谁有健康的现金流，谁能在 AI 的浪潮里真正赚到钱。而思科刚好就是这种稀缺标的的完美代表。当然，我不是在给你吹票，任何投资都有风险，思科也不例外。第一个风险是竞争。Arista 现在在 AI 交换机市场的份额也很高，而且它的增长速度比思科还快，博通也在虎视眈眈，想分一杯羹。未来这个市场的竞争会非常激烈。第二个风险是资本支出的波动。AI 集群的建设不是线性的，大厂们可能今年花很多钱，明年就突然减少开支，这会对思科的业绩造成很大的波动。第三个风险是技术路径的不确定性。虽然现在以太网看起来是大势所趋，但未来会不会出现新的技术？英伟达会不会推出更有竞争力的开放方案？这些都不好说。第四个风险是短期涨幅过快。思科这一波已经涨了不少了，短期估值已经不便宜了。如果接下来的财报不及预期，很可能会出现大幅回调。这些都是你必须考虑到的。我从来不会告诉你某只股票一定会涨，我只会告诉你背后的逻辑是什么，风险在哪里，概率有多大。最后，我想跟你说一点更重要的。AI 这场革命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，也涨得多。它不是1年2年就能结束的行情，它会像互联网一样持续几十年，改变整个世界。但大多数人对 AI 的理解永远停留在最表面的那一层，他们只看到了 GPU， 只看到了大模型，只看到了那些涨得最凶的股票，他们看不到底层基础设施的演进，看不到权力结构的转移，看不到那些正在悄悄发生的根本性变化。互联网时代最赚钱的不是最早做网站的那些公司，是卖路由器的思科，是卖服务器的戴尔，是做操作系统的微软。AI 时代也一样，最后真正能活下来并且赚到大钱的，不一定是那些最会讲故事的大模型公司，一定是那些掌握了基础设施命脉的卖水人。思科的崛起只是一个开始，它告诉我们 AI 的故事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，从抢算力到抢调度，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协同。未来几年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像思科这样的老树发新芽，那些曾经被市场遗忘的传统科技公司会因为 AI 而重新焕发生机。他们没有英伟达那么耀眼，没有那么多疯狂的涨幅，但他们有坚实的壁垒，有健康的现金流，有极高的安全边际。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，这可能才是最好的机会，因为那些已经被所有人看到的机会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机会。真正的机会永远藏在大多数人的认知盲区里。如果你也想在 AI 的浪潮里找到那些还没有被充分定价的真正价值，那你点一下关注。后面我会继续拆解 AI 基础设施的各个环节，告诉你下一个思科会出现在哪里。最后提醒一下，本期内容仅用于信息分享和个人观点讨论，不构成任何专业投资建议。如果涉及金融、法律、税务等问题，请咨询相关专业人士。每个人的资金情况、风险承受能力和判断框架都不同，请结合自身情况理性决策。